係各位網友，嗱，千呼萬喚始出來嚇，咁就係 Elon Musk 咧就話，即係可以推出呢個 Robotaxi 呢樣嘢咧，自動駕駛呢樣嘢咧，係搞咗好多年，咁就係終於如期推出喺上個星期日。咁我就好客觀地報導嗰單新聞俾大家聽先，呢個就係嚇。咁然後我再講講佢同 Waymo 嘅分別，同埋我對佢嘅自動駕駛嘅睇法，呢個就係嚇。呢個係for 未來嘅科技啊，或者 for 投資咧，都係有非常重要嘅啊。呢個就係好啦。嗱，呢個 Q10啊，呢個 Q10就係最後5日啦。呢個價錢就冇得再 extend 㗎啦，504蚊。呢個 Q10係用嗰個刺激你個粒線體啊，即係你身體入邊個 energizer 嚟嘅，就令到你嗰啲糖啊轉化成為呢個能量咧，就係 efficient 好多，因此你個人充滿咗活力嘅。呢個就係嚇。咁就呢個價錢504蚊，240粒，一日可以食1粒或者2粒啦，睇你嘅需要啦。呢個就係。咁但係都有排食㗎啦，買一盒就呢個就係 Tesla 萬眾期待嘅無人駕駛 Robotaxi 喺美東時間6月22號喺 Austin 登場啦。點解 Austin 登場？冇監管嘅 Austin 係嗰個，佢話冇預先批准制度嘅，你係要 proof， 你話俾佢聽，你點解係安全嘅，咁佢就俾你做。如果去加州咧，就唔係咁容易批准嘅，要攞好多數據。終於兌現2016年以來9年嘅承諾啊！呢樣嘢係行咗出去啦。咁但係咧，幾時能夠產生到 profit 呢個第二件事喎。早喺2016年10月啊，馬斯克就表示未來嗰啲人買 Tesla 真係咁期待嘅。未來嘅 Tesla 車主咧，唔開車嗰時咧就可以放架車出去做生意賺錢嘅。2019年咧更加話出年，即係2020年咧，就會有自動駕駛計程車㗎啦。咁當然呢個係遠遠做唔到啦。嗱，我解釋俾大家聽點解遠遠做唔到咧？佢一路以來咧都係用嗰個方法啊，都係用 program 去做。咁你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咁，咁嘅情況之下咁，咁嘅情況之下咁啦。但係佢又有幾個情況分喎。咁於是咧，你又再咁嘅情況就咁，但係遇到 A、B 兩種 situation 咧，你又唔同揸法，越整越複雜嘅。咁呢個咧就搞到30幾萬行嘅 programming。咁咧就去到幾時？我睇見係 breakthrough 咧，就係2024年佢出 version 12，係自從有咗 ChatGPT 之後咧，佢終於搞咗咁多年都唔能夠突破嘅嘢突破咗，就 version 12。就用端對端嘅方法，即係再唔係用 programming， 係用由頭到尾用呢一個 machine learning 嚟到訓練，即係將嗰啲揸車揸得好嘅人嘅揸車方法嚟到訓練一個大型模型。而個大型模型攞咗啲參數之後咧，就擺咗去你架車度，你架車好似一個人咁樣諗點樣去揸。我覺得咧，呢樣嘢咧係個大突破，係其他人咧全部都係錯嘅。呢個包括咗用純視線端對端，而且咧佢係有無可比擬嘅呢個優勢嘅。第一就係佢係有10億里路，因為咧佢一開頭咧就已經擺咗呢8個攝像頭喺架車度，所以佢有晒幾百萬車，而家係700萬車嘅 record 啊！一路有記錄，嗰啲人係點樣揸嘅？係冇人有呢一種咁樣嘅記錄，因為咧你唔係 day one 就已經係擺咗啲攝像頭喺架車度同埋收嗰啲資料，冇人有嘅。呢個就係即係譬如 Waymo 咧，佢而家有1500架車，佢咧就已經有幾千萬里嘅記錄，但係咧就唔係10億，呢個係10億啊！咁呢個就係第一。點解冇人可以追到 Tesla 咧？第二，冇人有佢嗰個運算力，佢已經咧去到咧係10萬片晶片嗰個運算力去訓練。呢個係兩樣嘢加埋咧，
係令到佢無敵嘅。我曾經類似講過，自動駕駛呢，佢係用個望翻轉頭，用望遠鏡都睇唔到有人追上嚟嘅嚇。咁但係咧呢個突破點呢，就喺2024年，其實佢係受 ChatGPT、OpenAI inspire 改咗成套方法。佢最後咧仲有啲死命令嘅，而家咧有啲死命令 programming 咧就係 overrule 咗你嗰個 AI 嘅，但係3-4千行嘅啫，由3-4-10萬行減到3-4千行。Elon Musk 喺 X 平台宣布啟動無人駕駛計劃嚇，每次坐4個2，佢咧就唔係所有人都可以坐嘅，佢就邀請啲人去坐。嗱，點解佢邀請啲人去坐咧？第一就係咧，佢驚有啲人唔生性，惡意破壞架車啊，呢個第一點啊。第二咧就有啲人坐咧就係即係佢係拍一啲危險嘅鏡頭出嚟啊，或者坐喺架車度講啲反對佢架車嘅嘢，即係佢要排除咗呢啲，即係譬如就算有咩蝦碌都好啦，唔會無限量嘅放大。所以佢係揀咗一啲佢可信嘅人，然後邀請佢嚟嘗試嘅嚇。每次坐車係梗嘅，係4個2。呢個係 Tesla 自動駕駛業務發展嘅重大里程碑嚇，我認為都係嘅。但係 Elon Musk 推動核心業務由電動車轉向人工智慧嘅重要節點。即係我講俾大家聽，我係好大嘅懷疑就係因為我覺得呢一個轉變啊，唔係咁快嘅，冇 Elon Musk 講得咁快，而佢能夠產生到利潤呢，亦都係要等待嘅，而嗰個電動車行業呢係衰退得好快，呢個就係令我擔心嘅嘢。喺 Elon Musk 嘅規範入邊呢，將來嘅估值主要係無人車同機器人兩大業務，而唔係電動車。你好難咁講嘅，因為呢，你電動車呢，而家始終都係佔咗電動車係佔咗你嘅收入呢，就係70%，叉電10幾個%，然後呢就係能源呢就10幾個%，而叉電呢又同電動車有關。你唔可今日咁高嘅估值呢，係嗱。呢個機械人距離更加遠啦。無人駕駛，你將佢嗰個2035年嘅 value 用 cash discount 翻嚟，去到呢刻係值幾多錢呢？好難撐住呢個11000億美金嘅 Tesla 嘅估值嘅。其實喺呢刻係佢嘅電動車業務明顯下跌。第一季交付量嗱，我講俾你聽，我係日日睇住佢嘅交付量嘅。大致上係咁啦，喺美國嘅交付量呢，就係1-2% 嘅上落，唔係爭好遠。喺歐洲跌咗40%，喺歐洲個電動車市場今年升3-4% 嘅情況，即係佢跌咗40%。呢個係佢個第三大市場。咁就係4月曾經呢一個比亞迪單月嘅銷路大過佢。咁呢個唔可以計嘅，因為即係比亞迪。做一輪 promotion 咁可以飆上嚟嘅，係咪長期可以超過佢呢？咁我懷疑呢。咁但係唔係嘅，佢係俾人圍攻嘅。其實嗰啲車呢，多數係歐洲車就係圍攻佢嘅。歐洲車圍攻佢嘅，嗰啲歐洲車呢，全部都有開始掌握到電動車嚇，開始掌握到電動車呢個就係啱。咁就係譬如呢一個Stellantis 咧，就喺中國做嘅嗰啲電動車，佢哋同中國車廠合作啲電動車翻去歐洲，呢個咧係好大嘅威脅嘅，呢個係好大威脅。喺中國係點咧？喺中國咧一路去到我數到6月15號咧，佢嘅銷路跌咗8%，而中國整體呢個令我更加擔心。中國整體嘅電動車嘅銷路咧增加30幾個%。佢主要係點呢？就係主要咧就係比亞迪今年降咗3次價，去降價打人哋，因為有幾個新嘅呢個加入嘅人，就係
呢一個係好有威脅性嘅，呢個就係一個就係華為啦，華為嘅文界啦，呢個蔡克斯啦，就係佢依就做到幾十萬架嘅喎，多咗個小米啦，呢一個零跑啦，極氪咧不停擴充緊佢哋銷量，呢啲車全部係有威脅性。於是比亞迪不停降價，再係咁樣咧，喺1年內咧，呢個Tesla 喺中國嘅電動車嘅比例由17% 跌到10%，我擔心再跌幾個 percent 咧，佢就被邊緣化。如果冇咗中國呢個最大嘅市場咧，佢嘅電動車咧就好危險啊！如果冇咗電動車，咁個自動駕駛點樣可以實現咧？你要有架車先可以有自動駕駛啊嘛，因為而家冇第二架車係有你嘅電動駕駛噶嘛。初期投入咧10架 Model Y 啫，同佢承諾嘅廣泛能力嘅自動駕駛相去甚遠。我一定要講，第一佢唔係用佢介紹嗰個 Cybercab， 而係 Model Y， 後者要到2026年先上市。量產就係一個好困難嘅嘢嚟。如果佢用嗰架 Cybercab 咧，就平好多嘅個成本係，而且咧更加係為咗自動駕駛而存在嘅，得2個位嘅啫。但係佢而家咧就用架 Model Y 嚟到改裝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而家要避開惡劣天氣唔揸，複雜路口唔揸，即係有啲好多條線交叉嗰啲咧。佢就唔去嗰啲地方嘅。惡劣天氣咁，大家明白啦。呢個就係唔接受18歲以下嘅乘客，而且咧限喺上晝6點至午夜12點。我唔係好明點解上晝6點至下晝午夜12點，因為午夜12點至上晝6點咧，原理上咧就係原理上就更加容易揸嘅，因為冇乜車啊嘛。呢個係咪？但係可能咧，佢要請人陪嗰架車咧，係貴好多，同埋 supervise 咧冇人要人半夜翻工，亦都冇乜人搭。好啦，佢而家咧係有一個人坐喺副駕駛嘅座位度，即時監控嘅，亦都有人咧遠程接管，雙重安全保障機制。呢個我一早講咗㗎啦，呢個係我已經判斷咗佢一定係 supervise 㗎。喺呢刻係做唔到唔 supervise 嘅，佢要自動駕駛咧，喺呢個階段咧，即係等於咧，佢依然係 L2， 只不過個 L2 咧就係由遠程監控，同埋咧就有一個其他人喺度，唔係經常插手，就係咁解。呢個就係只係向一小批嘅 Tesla 用戶同粉絲發出測試邀請，只有被邀請嘅人先至可以下載 Robotaxi 嘅應用程式，冇對外開放嘅，以免人哋 bad mouth 佢同埋整蠱佢。呢個另一樣嘢啦，服務咧僅喺地理圍欄區域內進行，即係點講咧？畫咗個圈，你坐車只能夠喺呢個圈入邊坐。我首先要唔係，我到最後先至全面講佢同埋 Waymo 嘅分別嚇。咁呢個咧就係佢呢個圈咧，佢同 Waymo 唔同咧，佢就可以擴大嘅，隨時可以擴大嘅。呢個就係嚇。但係如果一有人遠端可以操控咧，呢個就係有問題嘅，即係咧一定要係喺5G 好穩陣嘅地方先得。如果冇5G，只係行4G，嗰個 latency 咧係好嚴重，嗰個滯後啊，個 internet 嘅滯後好嚴重嗰時候咧，架車係危險嘅。如果你要干預，避開複雜路況啦，唔包括機場啦，惡劣情況之下暫停或者無法子使用。我最後先講個綜合評論。第一個禮拜10架，又逐步增加到20架、30架、40架。未來幾個月可能擴展到其他城市，講係容易，出咗德州唔係咁容易。嗰啲安全員咧經過專門訓練嘅，除咗緊急剎車之外咧，仲可以特殊情況即係迅速接管車輛，係訓練過。其實咧
佢即係等於你有人嗰個以前嗰啲司機要睇住條路一樣，係 supervise 住。遠程監控人員咧，亦都可以隨時接管，雙重保險呢個就係。但係第一日就出現好多交通違規嘅情況，社交媒體顯示 Robotaxi 超速行駛、逆向行駛、喺車道中急剎問題，呢啲問題係存在。投資者拍攝嘅片段顯示咧 ，Model Y 喺 Austin 路口左轉專用道右移之後，突然之間右轉，駛入對向車道之後咧，越過雙黃線翻去兜緊轉頭。點解咧？嗱，我解釋俾大家聽。佢嗰個如果你而家用 machine learning 而唔係用死嘅規則去令架車去揸咧，佢就模仿咗人嘅行為。人嘅行為咧，就係到緊要時候咧，佢就唔會理啲規則，佢覺得冇危險嗰時咧，佢可以超越啲規則喎。因為咧你冇個死規則喺度，咁佢哋咧，我睇見呢個就係其實亦都可以講話係 Tesla 嘅優點嚟嘅。即係前面架車死咗，有架車塞咗條路咁樣，明明對面冇車啦咁。如果你係用 programming 去寫咧，有人塞住你，你就喺度等1個鐘頭。明明對面冇車喎，但係 Tesla 咧會過咗雙黃線去對面行，人就會咁做啊嘛。因為佢係學人嘅駕駛，而唔係用程式去規定佢點樣駕駛啊嘛。呢個就係人駕駛嘅好處啊嘛。呢個係投資者發布影片，車輛經過時速30英里限速標誌後，就開到35英里，明顯超速行駛。YouTuber 喺直播中講嗰個時速39英里，超過35英里，但佢認為咁係完美嘅，因為同其他車輛同速。嗱，佢又考慮到第二個因素，如果你慢呢，你又會阻住條路，亦都構成相當嘅危險喎。咁你過少少得唔得呢？呢個係人類諗嘢嘅方法，佢係訓練緊你個腦，其實好似個人咁樣揸車。另外有影片顯示，乘客按下停車按鈕要停車啦，個車輛咧應該駛埋一邊度停啊，佢唔係喺馬路中間停，要遠程客服介入先至能夠繼續行駛。好啦，我先到呢度 conclude 俾你聽，佢而家咧推出咧，其實咧等於過去嗰年幾啊，嗰啲人有 full self driving 咧，我不停問佢嘅 experience。佢其實咧係，我係覺得佢而家我係非常驚訝，佢喺用13嘅 version 13嘅情況呢一個推出。其實咧即係 version 13去到5.8、2.8呢啲咧，佢仲係有呢啲小瑕疵嘅，有呢啲小瑕疵。你要不停減少呢啲小瑕疵咧，就要更新迭代。我認為係要去到 version 15。然後先至能夠避到嘅，呢啲係要再訓練嘅。而家咧仲係有啲地方啦，尤其是我睇過嗰啲人揸車咧，喺 navigation 嗰度有時會犯錯，即係嗰個導航系統係行錯路嘅，呢個係。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對 Tesla 呢個 full self driving 喺呢一刻係有猶豫。好啦，咁結果呢啲消息出咗嚟呢，美國國家公路安全管理局介入啦，已經知道呢個事件，同製造商聯繫，收更多嘅資訊。佢係我講俾你聽，佢點解呢樣嘢嘅前途仲有問題呢？根本呢，就係喺呢個德州呢，有人德州嘅議會提出咗個議案，9月嗰陣時呢就管制呢啲自動駕駛。佢哋就會定一啲 criteria， 到時咧你就要批准。咁佢咧就希望 Tesla 唔好搞住，但 Tesla 咧繼續做。咁我唔知做到9月嗰陣時咧，佢可唔可以繼續做落去？呢個就係 NHTSA 指出，佢唔會事前批准啲新技術或車輛系統，要由製造商證明係安全嘅。如果一有安全缺陷咧，就展開調查。呢啲最危險嘅嘢係乜嘢呢？就出一次意外就大鑊咯。
即係咧以前咧有兩架自動駕駛嘅車，一架咧就係 Waymo， 一架咧就 Cruise。結果咧就 Cruise 咧有一次意外咧，就係佢一遇到意外咧，佢就應該泊埋一邊啊！佢一到意外撞咗個人，佢拖住嗰個人10幾尺，搞到嗰個人死咗。而 Cruise 冇報告到 ，Cruise 因此停到而家都唔能夠恢復行駛。所以而家街道真正係可以公開接客嘅，只係得 Waymo。如果佢遇到任何意外呢，咁就立即 ground 咯。你要明白 ，Tesla 要求監管機構唔好公開佢啲安全資料，係商業機密，擔心俾競爭對手利用，或者為不良行為者詆毀品牌。呢個好難嘅，呢個真係好難。因為公共係有權知道，然後先至俾你使用，然後先有信心嘅。好啦，嗱 Tesla 嘅股價星期一大漲8.23%， 349蚊嚇，增加957億至1個1毫3，係領漲嘅。呢個就係結果，琴日跌翻呢個由349蚊跌翻落342蚊，跌翻落嚟呢度，呢一波我覺得係唔合理嘅，Elon Musk 持有4.1億股 Tesla， 個人財富係增加149億美金，去到4230幾億美金，拉大對富豪榜，佢遙遙領前。呢個唔係咁啊，唔止係呢個 Tesla， 佢個 Tesla 嘅市值喺11000億嗰度，佢大為得利啊！佢嘅 SpaceX 先犀利 ，SpaceX 咧佢揸住好多股票，而 SpaceX 咧已經值3000幾億啊！所以佢嘅第一咧係毫無疑問嘅。自從6月5號 Elon Musk 同埋 Donald Trump 爭吵白熱化以來咧，佢嘅股價已經升咗23.6%，係收復翻炒價之前嗰個，因為鬧交咧跌咗落嚟，而家咧就上翻咁而家咧又落翻少少。好啦，呢一個分析師話體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佢話 Tesla 咧價值1萬億美金嘅自動駕駛之旅即刻開始。我當你係值1萬億美金，但係如果你個電動車個價值係跌到0呢，你而家已經唔止1萬億美金。瑞銀上調佢自動駕駛嘅呢個車估計值3500億美金，即係90幾蚊，但同市場估值180蚊美金仲有重大差距，維持沽售。嗱，呢個係講乜嘢呢？你而家340蚊美金啊，咁自動駕駛值180蚊美金啊，咁個機器人呢就遠遠都未成熟喎，咁咪220蚊美金啊，咁仲有百幾蚊係電動車嚟嘅喎Cathie Wood 預計2029年 Robotaxi 會實現規模化管理，2029年喎。自動駕駛轎車任務可以帶嚟9000億美金嘅商機佢係純視覺嘅，放棄 LiDAR， 冇高精電圖，同佢哋嘅技術咧有根本嘅差異。專家質疑，呢個係我睇到所謂嘅 AI 博士仲係講呢啲嘢，靠攝像機同人工智慧嘅有效性。因為咧，佢話咧呢個你嘅安全咧冇 redundancy， 即係冇第二樣嘢 counter check。喺大霧、強光影響安全。Waymo 咧好多城市已經營運緊1500架車，每個禮拜有25萬人搭即係一日3萬幾次，而且紀錄優異，從來冇出過嚴重嘅意外。已經搞咗年幾啦，呢個 Waymo 搞咗年幾，係冇出過意外。好啦，我再將整件事 conclude 一次俾大家聽。咁 Waymo 佢話要追越 Waymo 咪容易，根本佢同 Waymo 咧唔能夠比較嘅。點解咧？第一就 Waymo 咧係倚仗佢架車好貴嘅，佢裝晒佢所有 sensor 咧，架車係百幾萬嘅。呢個咧就比起即係佢講港紙咧要百幾萬，比起一架 Model Y 咧30-40萬咧個成本爭好遠。
如果第時咧 CyberCab 仲平嘅，我諗嘅 CyberCab 咧就10零萬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嗰個貴啲都唔好講，最大鑊嘅佢倚仗高清地圖，倚仗高清地圖。如果你一倚仗高清地圖嘅傳送咧，即係出咗5G 嘅領域咧，你唔能夠運作嘅，因為傳送唔到，呢個咧就危險噶啦，呢個就係咁呢一個 Tesla 咧，佢而家都係有個地理區域限制，但呢個地理區域咧，佢自己認為舒唔舒服嘅啫，隨時可以擴大，隨時可以 scalable， 因為佢架車平，而呢個 Waymo 咧係唔得嘅嚇。咁同埋第二點，我話俾大家聽，用呢個規則去揸車咧，呢個始終你冇辦法講晒全世界嘅 corner cases 係點樣。一定係要訓練一個聰明嘅大腦，然後揸車，呢個先至係合理嘅，呢個就係好啦。第三點我都話，最大嘅問題係唔能夠倚仗高精地圖，架車貴平咧都係次要，而揸車合理就係用呢個大型數據嘅 training， 令到好似人咁樣喺唔同嘅 situation 點揸，而唔能夠利用程式去決定點揸，呢個係個大原則嚟嘅。而只有呢個 Tesla 先有咁多嘅數據，同埋有幾百萬架車係有呢個揸車嘅數據嚟訓練，同埋有咁高嘅運算能力。大陸咧嗰啲車廠咧就冇咁高嘅運算能力，因為大陸冇咁多嘅 AI chip。喺國外咧，冇人有呢個魄力去推動一項模仿 Tesla 嘅嘢，所以 Tesla 咧其實係一定贏嘅。清楚我嘅立場，但係 not now。佢嗰個 version 咧係要再進步多2個 version 先至完全成熟，因為咧你要嗰個安全係數高到好犀利，啲人先至會相信你純自動駕駛嘅嚇。而家咧 Waymo 用咗咁嘅方法，即係用咗高清地圖，用咗 LiDAR， 用咗遠程干涉咧，佢咧而家咧係冇重要嘅意外，佢嘅 intervention 咧圍到15000里度咧就干預一次，而 Tesla 咧而家仲係幾百啫嚇。Tesla 咧佢係要再提升2個 version 先至可以去到 Waymo 嗰個水平。當然 Waymo 嘅限制就係佢係咁細嘅 area 嘅啫，多啲嘅路佢唔行得嘅。Tesla 如果一成熟咧，就全美國都行得嘅，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啊！而且 Tesla 嘅車係平好多 ，Tesla 嘅車咧係似人揸好多，呢個係分別。我覺得呢個技術質，呢個 Elon Musk 夾硬提前，其實個技術要成熟咧，係要去到 version 15，即係要去到2026年底，大致上就可以。而家係實在太過早，好啦，6月優惠嚇，最後5日呢一個 FormBio 57600嚇，呢個57600呢個6月嘅優惠係點咧？咁樣送2包活髮素俾你，1包獵戶素，一個男士維生素，呢啲嘢加埋呢個814蚊，而家咧就賣俾你聽幾錢咧？2766蚊。你嗰個呢個 MMN 咧係食4個月嘅，每粒咧有400 mg 嘅，有 TMG 白藜蘆醇啦，大廠製造4個月嘅價錢，27600送咗呢800蚊俾你。咁呢個輕啲手嘅咧，呢一隻咧就咁，呢一個咧就係200幾 mg 一粒嘅啫，食1個月嚇。然後咧有雙重免疫益生菌幫你消化，血脂落、血糖落，減三高。腦消落，幫助你嘅頭腦清醒，成套嘢762蚊，呢個食1個月呢個好嘛？喺呢個紅米時代嚇，韓式酸辣唐揚雞、和風湖麵、煙三文魚、秘製麻辣鮮牛肉嘅冷烏冬，而家天口熱咧，食呢啲冷烏冬咧就最好嘅，61蚊，好嘛？好多謝大家。